俄罗斯承认，中俄联合开发的 CR-929大型客机正在重新设计。摆脱西方的主见后，中国会不会成为顶梁柱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据空中数据新闻网消息，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丹尼斯·曼图罗夫称，中俄联合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 CR-929目前仍在研发之中，正在重新进行设计，以使其不依赖西方的主见。俄罗斯媒体称 ，CR-929原型机的机身和机翼部分已经开始生产，还进行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 PD-35 涡扇发动机的测试。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之前，通用电气公司和罗罗公司会争夺 CR-929飞机发动机首要供应商的地位。现在，俄罗斯的发动机公司希望能够顶上。另外，俄罗斯公司还将负责起落架和液压系统的制造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西方不再提供配件， CR-929大型客机项目面临的风险有多大？应该说，风险肯定是存在的。比如说，部分重要的系统、部件、机件可能需要重新选型，这往往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，甚至呢，有一些关键的部件和系统还需要等待研发的进度。比如说，最关键的发动机，如果西方国家不提供了，我们就必须用中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发动机顶上。我们知道，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可要比飞机的研制周期长得多，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了，用在了飞机上，这个恐怕就很难说了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。过去之所以选用了很多西方国家成熟的技术、设备和系统，是因为这些系统、设备都经过了试航取证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中国目前在两国联合开发的 CR-929项目中，我们过去的占比大概是50%左右。那么如果受到西方国家制裁，恐怕很多的项目就要由中国的企业来承担了。很可能在 CR-929大型客机这个技术项目方面，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工作，最终成为顶梁柱。目前，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在 C919项目上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产业链。那么这些技术经验都有可能会移植到 CR-929项目上，从而成为该项目的研发主力军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整个飞机的成本中，结构系统成本大概占36%，发动机系统占22%，航电系统占17%，这3部分的占比可以说是最高的。其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机电系统等等。相比较而言，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占比22%的发动机系统。航电系统呢，因为我们有军机航电系统的研制经验，因此把一些技术移植到民用飞机上，通过试航取证的方式让它进一步成熟可靠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在发动机这个领域，恐怕急不来，必须扎扎实实的完成从基础设计、材料、工艺到整机的试验、试车、试飞的全过程。目前，中国商飞生产的 C919客机，从2017年5月首飞至今，其国产化率已经逐渐的提升到了60%，远远超过美国波音787的35%。因此，从这个趋势上看，只要 C919逐渐实现了70%-80%的国产化率，那么在 CR-929这个项目上，就有可能通过较高的国产化率，让该机飞上天。所以，只要中国的 C919项目发展顺利，就有可能建立起一整套大飞机的产业供应链，以及一整套的试飞、试航取证的体系，并积累相应的经验。俄罗斯目前的优势是在发动机、液压系统和总体设计等方面，
而中国则在航电、结构系统、复合材料和其他部分有优势，双方的优势互补，仍然有可能让 CR929项目获得成功，只不过时间周期可能会相应的拉长一些。如果俄罗斯因为受到制裁而无法获得西方的先进部件和技术，中国也可以考虑自己单独的发展 CR929，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，再加上 C919的研制、适航取证和运营的经验，中国就有条件逐步发展出自己的大飞机体系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